各位道友，大家好，我是老人。这期我们讲头颈肩准确的来说是讲颈部和肩部。头部我们上一期已经讲过了啊。我这里画了4个平视视角的不同角度的从方块人变成几何体的过程啊。不知道练了第一层功法的道友有没有试着把方块人变成这样的一个几何体啊？如果没有的话呢，可以尝试练一下啊，对后面的修行会大有裨益。我们来看一下颈部和肩部啊。颈部和肩部呢，我们主要画的是3条肌肉啊，胸锁乳突肌。我先简单的画一下啊，斜方肌，以及外面的三角肌。这3条肌肉呢，它们是长在一个框架上面的啊，就这样一个框架。这个框架呢，由我们的锁骨以及肩胛骨上的肩胛钢组成啊。那么这个是个顶视图啊。这期视频会有一小部分和前面胸腔素体化那期重复啊，那么重复的部分就当做复习好了啊。我们这个框架它会形成一个平面啊，这个平面在我们这样一个站姿或者说上半身挺直的情况下，它其实是向后倾斜的啊，也就是刚好是我们这个胸腔体块的上面这个面啊。然后这里有一个容易犯错误的地方啊，我先把侧面这个斜方肌补一下，这样子下来，这边前面是接到锁骨第2段的末尾。我们斜方肌呢，它有一个结构线是这个样子的，从侧面看啊，把这样单拎出来好了。它有一个结构线横截面是大概是这个样子。实际上呢，我们的这个平面是这样子一个角度的，向后倾斜的。但是对于很多新手呢，容易误以为这个平面是这样子的啊，那这个是错的啊，要记住它是向后倾斜的，向下倾斜的，而不是向上抬起来的啊。好，我们来画一下，在这个上面画。首先，我们当时取的这个中点是不是我们的锁骨窝啊？然后胸骨是有一段距离的啊。那么，要画出一个锁骨的一个自行车把的感觉啊。锁骨我们是分成3段的啊，第1段、第2段就在这个框架里面啊，要给它画一个就是那种转弯的感觉。然后这第3段弯出去，在这个平视角度呢比较难表达，但是还是可以通过一些结构线来把它画出来。这第1段、第2段就往后转过去了，然后第3段再弯出来，是这样一种感觉啊。这个也是一样。在平视角度，锁骨可以画成一个平的啊，但是加一点这种起伏，会更生动一些，更真实一点啊。往上稍微出来一点，再下去。然后是肩峰，肩峰呢，它是会稍微往下倾斜一些。然后肩峰是有一个宽度的，它是有一个宽度的。我们的斜方肌是生长在这个宽度里面的，
我们三角肌是长在这个外面啊。然后后面就不用画了，后面就看不见了，就不用画，它转到下面去了啊，肩胛刚转到下面去了。锁骨画好就可以画肌肉了啊。我们先是胸锁乳突肌，胸锁乳突肌从我们耳朵后面一个叫乳突的凸起的地方生长出来，连接到胸骨上的。它有一个，它是上宽下窄的这样一个结构。然后斜方肌，斜方肌呢，在前面是连接到我们第二段锁骨结束的地方，然后有一部分连接到肩峰上，它是大概从这个后面出来的，从这个位置出来。先把脖子的一个宽度稍微确定一下。然后正常人的话，就像斜方肌就大概是这个样子。如果说是锻炼肌肉的话，斜方肌可以厚一点啊。我们画一个偏正常的一个人。啊，然后三角肌，三角肌要注意呢，就是也是正常人的话，就三角肌没有那么发达的话，它的外面这个宽度啊不会太大，定的稍微小一点。然后它是一共有3束啊，我们从正面看的话，能看到前束、中束啊，后束是看不到的。先把一个形状画出来，大致的形状。它是从这里面也是从锁骨第2段结束的地方连接出来，这样连接到我们这个肱骨这边有一个三角肌出笼上面啊，形状大概是这样子，这样这个形状。然后这边分个束，它是在肩峰这个地方会分束。胸锁乳突肌还有一段是连接到锁骨上面的。好，这里还有一个结构，就是我们这中间有一个三角形啊，就是我们的喉咙的部分。喉咙的部分它里面的也是有一个结构在里面的。啊，把喉部大致的结构说一下。那么，在我们这个下巴线差不多的位置呢，这样平行的进去，在下颌骨前面啊，在下颌角前面会有一个小小的骨头叫舌骨。先画一个这样一个形状啊，这里有一个舌骨，我们的舌头就是从这个舌骨上面长出来的。它的这个舌骨的形状啊，大概是长得有点像蛇的下颌骨，形状大概是这个样子。
这里还有2个尖尖，像蛇牙一样的尖尖。舌骨的名字是舌头的舌啊，并不是蛇的蛇。然后在舌骨下方有一个甲状软骨，甲状软骨怎么画呢？就是写一个甲字，写一个甲字。这中间呢，它有这样一个小小的 V 字形的，这样子的一个结构。这个小小的 V 字形呢，就是喉结，然后再往下呢是一个环状软骨，啊，这个是甲状软骨啊，这个是甲状软骨，然后下面有一个环状软骨，有一个开口的。环状软骨不是特别重要啊，再往下就是我们的气管连接进去，喉部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稍微有点角度。那么男性在青春发育期的时候，甲状软骨会变大啊，那么这个喉结就会凸出来，所以这里会有一个凸起。如果画男性的话，这里就会有一个凸起啊，女性的话就不是那么明显。有这么一个结构啊，稍微交代一下啊。这个是其实画是不用画的啊，因为舌骨是看不见的，其实在体表外面，但是喉结是能看到的啊，所以这个凸起要注意一下。啊，斜方肌的形状再稍微调整一下，这边会稍微凸起一点点啊，然后再这样上去。凸起一点点。好，我们来画一下侧面。侧面的话，先看我们后背上半身的3段线啊，看一下这个点，这个点呢是我们第7节颈椎的棘突啊，也就是颈椎结束的位置，以及胸椎开始的位置啊。那么这是第1段线，第2段线呢是这里有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呢是我们胸椎第7节的棘突，胸椎第7节的棘突。然后呢，它这发生转折之后呢，我们找一个和这个中间这一段差不多的长度，其实也就是差不多是在我们这个体块结束的地方，这个就是胸椎第12节，也就是胸椎结束的地方，下面就是腰椎了啊。那么这3段线呢，也代表了后背的一个中线啊，把它移出来一点。大家可能会注意到这样一个小结构，对吧？那么这个小结构里面呢，是我们的第1节胸椎和第2节胸椎啊。同时呢，我们的第1根肋骨啊，第2根肋骨也是从这里面生长出来的啊。然后这个小结构和我们画的胸腔的这个体块，这个几何体，形成了完整的一个胸腔的几何体啊，或者说胸廓的一个几何体。但是呢，这个区域呢，其实是可画可不画的啊。为什么呢？主要是2个原因，一个是这个区域最终会被斜方肌给覆盖啊。我们其实在这个区域里面呢，画的是斜方肌的一个外形结构啊。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在起形的时候啊，肯定是结构越简单越好啊。你还要再搞一个这样一个平面出来，就会跟这个地方呢搞混啊，就很容易搞混。所以一般来说呢，这个地方是可画可不画的。然后最主要记住，这个大概在这个位置是第7节颈椎的位置就好了。我们来画一下侧面的锁骨和肩胛骨。我们的锁骨大概从这个位置开始，
啊。我虽然体块画的是这个地方啊，但不代表我的锁骨就一定要从这儿开始啊。因为我觉得如果从这儿开始的话呢，我的脖子就太短了，所以我会往下稍微移一点。那么大概从这个位置开始，这有个圆圈啊，代表我们锁骨开始的地方。然后锁骨一开始呢，会顺着这个平面往上，这样一个趋势往上的一个趋势啊，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容易搞混的原因之一啊。一开始会顺着往上去一点，然后到这个耳朵这个附近啊，是我们的尖峰，这里连接到尖峰，然后尖峰往下往后面，尖峰就顺着这个平面走了啊，会稍微往下，然后我们连接我们的肩胛冈，肩胛冈呢又会稍微跟这个平面有一点点的角度往下啊，人体真是太难了啊。然后是我们的肩胛骨，我们的肩胛骨呢，它的下角大概是这个样子啊。我们的肩胛骨下角就是在这个点，在这个转折点的附近，是有个拐弯的啊。一开始画的时候可以画成一个三角形，大概这样一个三角形。大概这样一个三角形，然后下角会有转弯，这边连接过来。这边是我们的肱骨头，大概在这个位置。肱骨头大概在这个位置，然后上面肩胛骨上面还有一小段啊。这个呢，其实也是可画可不画的啊。然后我们把这个锁骨以及肩胛冈那个厚度再补充一下，这是肩峰。锁骨三段啊，那么锁骨第三段在这个侧面的话，其实就很短一小节了，看上去就很小一小节，短一小节。1、2、3，三段，肩胛冈这样子。画一下肌肉，先是胸锁乳突肌，在我们耳朵后面的位置呢，有一个像钟乳石一样的一个小凸起，这叫乳突。胸锁乳突肌从这里出发，连接到前面的胸骨，上面宽，下面窄。然后是斜方肌，斜方肌呢还有3束啊，上束、中束，然后下束的话暂时先不画。先在这儿第7节颈椎的这个地方呢，有一个菱形，先画一个小小的菱形。那么斜方肌的上束呢，就通过这个菱形呢，连接到我们肩胛冈大概中间的位置。然后下束的话就是这样顺着这样画下去就好了。这样子连接啊，中束说错了，中束。然后前面呢，前面是连接到锁骨第2段末尾的地方。啊，然后这里又会有一个三角区域啊，就是我们的喉部、喉咙。先把一个大致的形状画一下，差不多是在这样一个范围内。这边会凸起一点，喉结。好，我们来画一下舌骨，从这个下巴线到下颌角中间。舌骨。然后我们的喉结啊，
就是甲状软骨，然后这样凸出来。然后下面有一个环状软骨，这是气管，再往下是气管，外面会有皮肤覆盖啊，所以是这个样子。从外形上看，就会形成这样一个凸起啊，这是我们喉结的凸起。再画一下三角肌，三角肌有3束啊，前中后。前面的形状，前面是从锁骨第2段结束的地方开始，那形状大概是这个样子。外形先画一下，然后后束呢是在我们肩胛冈后段1/3的地方，大概这个位置。然后中束呢就是肩峰以及稍微有一点点肩胛冈的位置，中束会比较饱满一点。大致的形状先画一下。然后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三角肌啊，它其实就是向后的，对吧？是顺着这个平面向下倾斜的。再画一下背面。背面也是先画一个大致的框架。这边锁骨第3段绕到前面去，这样的一个感觉啊，虽然看不见了，但是还是要把它大致的感觉画起来。这边肩峰顺着这样一个透视的画出来，然后后面是肩胛骨，在这个面大概中间的位置画一个三角形。三角形它有一个斜度的啊，一个8字形的一个斜度，然后在中间这个大概第7节中间这个位置是它的下角结束的位置，这样下来，像这样画一下。这样大致的一个框架就画出来了。这边是这个肩关节啊，这边是肩关节。这是肱骨头。这个是可画可不画啊。画出来的话呢，对于后面连接肌肉会比较容易画一点。把背后的3段线稍微画一下。这个位置大概是第7颈椎，然后这边中点第7节胸椎，然后差不多在这结束。稍微画一下。然后下面开始画肌肉。胸锁乳突肌，那这2个小凸起的地方，胸锁乳突肌到前面去了，连接到前面这边的胸骨在这个位置，我绕到前面去，其实也就只能看到这2边一点点的位置，一点点
然后这边会有个肌肉穿插和斜方肌会有一个肌肉的穿插，斜方肌从这儿出来。这边它前面是连接到锁骨第3段的开始的位置啊，但是这边是看不见了，就不画了，就是从连到肩峰这个位置啊，肩峰有一个厚度，肩峰有一个厚度，画一下，稍微画一下肩峰的一个厚度。连接到肩峰的这个厚度的里面。然后这里有一个菱形，稍微画一下。这个其实只有肌肉发达的人才会看到这个菱形，它是被周围的肌肉挤压出来的，会挤压出这么一个菱形。这边先这样连一下就好了。然后三角肌，三角肌呢，它有一个顶部呢稍微有一个宽度啊，大概画一个宽度出来。后面是这边肩胛冈大概向后1/3的地方，是它的后束开始的地方啊，连接到这边前面的一个，这边有一个厚度，这边这样过来，形状大概就是这样。一共3束，这边能看到中束和后束。中间还有一个肌肉还是会分开的，在中间。来画一下这个3/4侧。这边胸骨中间那段距离没画。然后锁骨是长在这个上面的。画出一个转弯的这种感觉啊。
风。差不多画肌肉，耳朵后面胸锁乳突肌。大概估一下，大概在这个位置过来。斜方肌。这边估算一下啊，从这个大概从这儿过来，这样的一个角度。三角肌。这样就差不多画完了。我们来总结一下啊。当我们要把这个头颈肩单独拿出来练习的时候，应该怎么去画呢？首先，我们需要一个平面，对吧？画一个稍微俯视一点的那个角度，画一条中线，然后中间呢有一段胸骨的距离，对吧？那我们锁骨呢，就像一个自行车把的样子，这样转弯，然后这样弯出去，三段，一二三，一二三，然后顺着这个透视线呢，画一下我们的肩峰，在肩峰后面就是肩胛冈，对吧？这样一个框架不就画出来了吗？框架就这样画出来了，对吧？好，然后肩峰呢有一个厚度，把肩峰的厚度稍微宽度稍微画一下啊，这样子这个感觉。那锁骨也可以画一下锁骨的厚度。大概是这个样子。画一下结构线啊，表达一下。然后中间呢有脖子，把脖子的圆柱稍微画一下。那么大体上一个框架就出来了，然后剩下就是往里面填肌肉，胸锁乳突肌，这会有一个穿插，斜方肌，斜方肌会连到前面，还会连到一部分。这边有一个锁骨窝，然后把
把这个外面的线稍微描一下。然后把不需要的线稍微擦掉。啊，这中间还有一个喉结，这个透视，把这个脖子的透视稍微画一下。啊，然后是我们的三角肌，三角肌它外面有一个扣，有一个宽度，它像一个夹子一样，把我们的这个框架夹住。啊，那这样一个正面的肩部和颈部的结构就画好了。这个不需要那么多线，不需要的线稍微擦掉一点，稍微交代一下这个就好了。根据这个原理呢，那么我们画其他角度呢也会比较容易啊。这样，这样一个角度，找一下中线，留一段距离，胸骨的距离。
不需要先擦一下。就用这个方法呢，就能快速的做一些颈部和肩部的速写啊。我再画一个仰视的。就是差不多这种感觉啊。通过这种方法呢，对各个角度进行一些快速的速写练习，加强这个熟练度。还有一个快速起形的方法啊，蛮有趣的，就是先画一个圆柱，不代表脖子的圆柱。
然后两边呢画一个这样子的形状，也就是代表斜方肌啊。然后中间还是跟刚刚一样，中间留一段胸骨的距离，然后这边把这个补充一下，这样通过这个方式也能很快的起一个脖子和肩膀的形。好，大致就这样。好，那么本期的内容就这些了啊。下一期我们讲胸腔和盆腔的连接啊。那么散修修炼不易啊，还请各位道友点赞、关注、转发支持一下。山高水远，我们下期再见。